大家好，宠粉的仪态又来了。中华自古就是礼仪之邦，所以在很多古装影视剧中，常常可以见到各朝各代形态不一而一以贯之的行礼动作，甚至连背景架空的仙侠剧也出现了各种奇奇怪怪的行礼手势。今天咱们就从这部剧入手，一起来看看主演们的行礼动作，看看谁最让你印象深刻吧。最先提名的就是苍兰诀，这部剧完全就是暑期黑马，从开始的劝退到现在的真香，就连剧中的行礼手势都火出了圈。比如长恒仙君做的这个魔力转圈圈，真的有点好笑在身上。虞书欣行礼时还有些手忙脚乱的感觉。长恒仙君，本来以为仙界的行礼方式已经够搞笑了，直到看到了苍兰诀里月族的行礼，更是让人忍俊不禁。作为东方青苍的属下，黑龙商却每次看到东方青苍都一脸的崇拜和敬意，行礼时还要给自己来上一拳，我们都生怕他把自己给锤坏了。这个手势的灵感怕不是来自奥特曼吧。更中二的是月族的贴额里，男主缓缓伸出手，下面的人虔诚接过，把手贴在自己的额头上。这个动作怎么看都像在量体温，但看久了竟然觉得还有一些美感，可能是王鹤棣的颜值太有迷惑性了吧，把我们的中二魂都点燃了，克制不住自己想要模仿。私下演员也都在玩梗，除了苍兰诀，同样正在热播中的仙侠剧《沉香如屑》的行礼手势也出圈了，还被调侃是达咩力。多谢帝君称赞，我一定会再接再厉的。因为女生行礼时都是双手交叉在胸前，和达咩的表情包一模一样，加上天规有令，神仙不能动情，所以这个动作也被解读为恋爱达咩。这解释好像还挺形象的。巧的是，沉香如屑这个手势和醉玲珑里巫族的行礼方式有点像，都是双手交叉，然后拇指放在中指上，只不过他们的双手一个向里，一个向外。除了达咩里，颜淡还行过一个双手平行礼，还有华泾一族的单手平衡礼，都有点奇奇怪怪，眼神不自觉就被他们的手势吸引了。年初的净霜城里，鲛人族的行礼手势也有些奇怪，未化生前，鲛人单手放在胸前微微躬身，化生后鲛人行的都是双手礼，上面那只手翘着为止，但纯皇对龙神行的又是另外一个礼，奇怪中还透着些可爱。作为一部修仙喜剧，从前有座灵剑山的行礼手势更奇葩，10个手指头都没闲着，各种花式扭、花式比心，别人向女主行礼时，他都忍不住吐槽回礼是很麻烦的。还有门派的行礼手势，就是倒着手比了个爱心，右边那位还一直盯着自己的手，动作不太熟练的样子，太难为演员了。灵剑山能把每个行礼手势都设计得这么别致，也是挺不容易的。九州天空城和苍兰诀一样，剧情浮夸到给人的感觉都很中二，行礼手势也都经过特别设计，比如羽族行礼时双手交叉，像2只翅膀一样飞翔，非常符合羽族特征。羽皇陛下的扶额礼就更高端了，当时不知道惊艳了多少人，而且这个手势只有他做起来最好看。行礼时他虽然低下了头颅，弯下了身子，但眼神里满是桀骜不驯，透着3分讥笑，3分凉薄，4分漫不经心。原本中二的手势，他做起来不紧不杠，反而透着些优雅贵气，像只高傲的哈士奇，不管看多少遍仍会被他所吸引。在九州天空城里，其他配角也做过这个手势，但姿势都不同，也不对味儿。还是这部剧，鞠婧祎作为羽族郡主，她行礼时双手拇指交叠，做出羽翼飞翔的动作，这个设计倒是蛮好看的，做起来也不尬。讲野里莫珊珊的大河里仿佛都在拔剑的样子，看起来冗长又繁琐，初看有些浮夸尴尬，但看久了也越来越能 get 到。说起莫珊珊，谁还没被她绝美的结印手势所吸引呢？又美又仙，每次结印都仪式感满满。当然还有这个摸手，看起来有点过于好笑了。还有互相行礼的部分，看起来端庄又好看。剑阁弟子的行礼最与众不同，他们行礼时特别能显示出剑客侠客的姿态，尤其是带着剑的时候行礼。熟月学生给夫子行礼，感觉也很对，学生都会俯身致敬，向夫子伸出手去，然后夫子都会伸手回复，
这个细节做的也是很棒了。琉璃里大多行礼的方式都很正常，但天须堂这个手势，别看好像很简单的样子，可拇指和食指要弯成这个弧度也不容易。还有扶摇里杨幂的运弓式行礼，这部剧的行礼手势和大多数古装剧不同，但并不会让人觉得很违和。到了有历史背景的古装剧中，行礼就更严格了。就拿《风起洛阳》来说，这部剧里的角色在见面时互相行礼的方式，就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力。粗看之下，这个手势有一些奇怪，和我们平时生活中或者在影视剧中的拱手礼有很大的区别，但这个手势可是有历史依据的，在相关的影视作品中也偶尔能够见到插手礼的踪迹，比如《水浒之风雪山神庙》、鹤唳华亭、长安12时辰、知否等。说起来，长安12时辰可谓是细节满满，小到区区插手礼，大到常服盔甲，都有不小的学问在。除了插手礼，剧中还有仙教礼、道教礼、景教礼、粟特礼以及第8团的团礼等，其中更藏着唐朝上元节的风俗、仙教的葬俗、道教及景教的礼俗、狼卫祭祀固有的流沙之礼等等。光是这些礼仪就够演员做功课了。鹤唳华亭除了考究的服装，还有考究的礼仪。该剧从整体礼制到具体礼仪都有历史典故典籍作为参考借鉴，制作团队对每一个细节都保持严谨的态度。该剧被观众津津乐道的是开篇皇太子萧定权的晨昏定行礼，这是皇太子每日对其父王所行的礼仪，晚间服侍就寝，早上醒事问安，平凡琐碎但贴近历史。剧中人人都行插手礼，常见作揖礼、跪拜礼，行作有法，动静有度，可以看出古代礼仪森严有序的现实。在古装剧中，礼数最多的当属《琅琊榜之风起长林》。剧中长林王萧庭生设立无字牌位，天天跪拜，向世间英雄致敬，哀忧思以念长情，这是古代吉礼的一种，让现代人看来倍感肃穆。而该剧中的丧葬礼更是复杂之极，将不同的人物关系之间的丧葬礼仪展示得淋漓尽致。比如萧平章死时，萧平京在护送萧平章灵柩回金陵时，大喊3声一星，就很合乎历史记载。葬礼上，其妻蒙浅雪、其父萧庭生、弟弟萧平京的着装行礼都不同，非常考究。此外，长林王萧庭生薨逝，电视画面中长林府下人站在屋顶高呼萧氏庭生回家了的招魂仪式，也是古代丧葬之礼仪中的一环，让我们体验一下古代丧葬风俗。这部剧更是复杂还原了接待宾客的礼仪、嫁娶礼仪、节庆礼仪、军礼等，让我们重新感受古代礼仪所寄托的情感、人文道德等。知否知否，应是绿肥红瘦中的礼仪更是多得不得了了。光是观众剪辑的盛明兰的作揖礼就几十处。明兰在大婚那天跑到祠堂去告知祖先：满门祖宗请听，今朝我嫁，未敢自尊。那一长段话其实是尊重长辈的礼节。剧中盛家姐妹犯了错也要在祠堂罚跪，这都是宋朝大户人家尊重祖宗祠堂的一种礼数。明兰与顾廷烨结婚时，镜头特意给了燕、金鱼、筷子和礼书等聘礼的细节，而浩浩荡荡的迎亲场面和新郎新娘的参拜礼、撒帐礼、合祭礼、合卺礼等，现代人看来非常复杂的礼数，都是古代以礼表达美好寓意的做法。这些礼数剧中通过台词、道具交代的清清楚楚，让我们长了不少见识。这里面一太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雀扇礼。明兰大婚时拿着扇子挡住自己的脸，直到婚礼结束后才拿下来，真的故事感满满。雀扇礼在很多剧里都出现过，《独孤天下》中安以轩饰演的般若是家里的老大，当然就是第一个出嫁的，嫁的是王爷，大婚时超级气派，打扮也是雍容华贵。雀扇礼真的有被惊艳到，由胡冰卿饰演的伽罗长得很美，可是人设太拉，在剧里没什么存在感，但大婚时的妆容造型实在太好看了，有种我家有女初长成的感觉。大唐荣耀中，舒畅嫁给建陵王李谭时的场景历历在目，那时候的林志温婉大气，配上扇子美得大气又端庄。李沁在锦绣南歌饰演的离歌也有大婚场景，穿上红嫁衣，手持扇子的李沁真的美哭了。张芷溪在军师联盟的大婚造型也值得一提，
不知道你被美到没有？大家觉得影视剧中的礼节有必要吗？哪个手势最让你印象深刻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姨太哦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，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，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内容哦。